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a， 欢迎来到我频道。今天是和旅行相关的最后一期视频，来分享我1月份的爱用品。1月份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旅行，所以今天要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在旅行中用到的，以美妆品为主，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都是我在用的时候激发出了分享欲，想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很好用，我很喜欢。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先来说非美妆的部分，首先是这个眼罩，来自 Lululemon，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它是我舒适旅行的必备。有了这个眼罩，再加上飞机上用的那种 U 型枕，我这次长途飞行睡得特别香，睡得昏天黑地的，觉得跨大洋的那种长途飞行都没有那么难熬了。那我知道这款眼罩在 Lululemon 已经断货很久都没有卖了，那既然要和大家分享推荐，肯定要找到一个完美的替代品。我在 Amazon 上找到了这款眼罩，甚至比 Lulu 的还要好用。那首先这种眼罩做的都是比较宽大的，我之前觉得 Lulu 的这个已经很大了，结果 Amazon 这个要更大，戴在我脸上把大半张脸甚至头这儿全都围住了，所以它的遮光性要更好。而且这种眼罩都用的是这种很柔软舒适的棉质，Lulu 的这款更厚一点， Amazon 这个虽然更薄一点，但是不会影响它的遮光性，戴着也是非常舒适，而且它的手感非常的爽滑，很亲肤，很舒适。然后背面呢都是这种魔术贴的设计，像 Lulu 的这款，这个魔术贴是粘性没有那么强的这种，然后 Amazon 买这款就是这种传统的魔术贴，粘的就更加的牢固。这种魔术贴的设计，一是可以根据你的头围大小去调整，二是和松紧带相比也不会觉得勒得慌。Lulu 这个眼罩主打的卖点是在旅行中用的，而 Amazon 这款是说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戴过了，非常喜欢。本来这个眼罩是给我老公买的，现在我要占为己有。首先它很宽大，遮光性更好，其次它这么宽，把整个头都围起来，再加上后面是粘得很牢固的魔术贴，所以可以很好的固定在头上。像我之前戴的那种松紧带的眼罩，无论松紧，第二天早上总是会移位，有的就整个跑掉了，但这个第二天早上还是稳稳的戴在头上。不过这款眼罩晚上睡觉戴的话，我觉得有一点不足，就是它后面很宽，像女生头发长，睡觉的时候想把头发撩起来，不想压着头发的话，那这个宽度就没有细细的松紧带那样好调整。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啊？像这个后面这么宽，你要把头发撩起来，就是没有松紧带那么方便。这款眼罩它还送了一个耳塞，我试了一下，也挺好用的。它就是轻轻一捏一搓就可以捏得很紧，不像很多耳塞你要搓半天才能给它搓小，这个就很容易给它搓小，然后隔音效果也挺不错的。那总之这款眼罩我非常推荐，是 Lulu 的一个很好甚至超越的替代品。虽然在飞机上戴着眼罩一直在睡，但毕竟是长途飞行，还是挺疲惫的，特别一直坐着睡觉，脖子这儿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支撑。那我回来之后收到 Matrix 这个品牌寄来的颈部牵引仪，我觉得对于缓解脖子的紧张僵硬效果还是很不错的。Matrix 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健康美容品牌，他们生产像颈部牵引仪这样各种按摩器，可以提供全方位的呵护。Matrix 专注于研发高科技的美容仪和按摩器，结合医疗级别的科技和创新设计，主打的是让日常的自我护理更简单更有效，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级别的护理。我用的这款颈部牵引仪不仅针对旅行之后的疲惫，特别是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脖子酸痛是日常最常见的一个身体问题，像长时间看电脑屏幕或者低头玩手机都会导致脖子的僵硬酸痛。那这款颈部牵引仪就是专门针对颈部不适设计的产品，每天使用15分钟就可以有效的放松脖子。它是结合了温热、肌肉电刺激和牵引3重功能。来分享一下我用这款颈部牵引仪的感受。首先把脖子躺在这儿就很舒服，它的这个形状是符合人体工学的，并且是双气囊的设计，躺在这儿就先有一个正确的角度，然后使用操作上也很方便。它有一个遥控器，打开之后你可以选温热、肌肉电刺激和牵引3种功能，然后可以调节不同的档位。我一般爱用这款 Auto，
就是3种功能的一个循环，一共15分钟。15分钟之后，我觉得脖子放松了很多。那首先那个温热的作用就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热热的感觉很舒服。然后那个电刺激，我觉得感觉还挺妙的。一开始不习惯，要把档位调得低一点，会觉得有电流刺激脖子麻麻的感觉。然后因为那个电刺激，脖子这儿会不自觉的抽动。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挺爽的，这个电刺激有放松肌肉的作用。再有它叫颈部牵引仪，还有一个牵引的功能，就是你躺在这儿，下面它会慢慢升高，帮助调整颈椎的位置。你不用管它，就放松就可以了，跟着它的那个高度走。我觉得整个用下来感觉还是很舒服的。而且我觉得长期坚持使用的话，可以保持脖子放松，颈椎在一个正确位置，也可以避免脖子前倾这种不好的体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 Matrix 的官网看一下，除了这个颈部牵引仪之外，他们也有针对全身其他地方的产品，而且 Matrix 还给我一个专属折扣码，大家可以用起来。还有一个旅行爱用品是蕉下的这款保温杯，之前和大家分享过，这次旅行带它觉得很好用很实用，就再来推荐一次。首先带一个水壶出门就很方便，比如过了机场安检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去打水或者买饮料买咖啡，灌在里边，一是可以保温，二是它有一个盖子，携带就很方便，上飞机之后你放在哪儿都行，想喝随时可以拿出来喝。而且冬天出门还是喝温水更舒服，那夏天呢也可以带冰水，这个保温性还是很实用的。再有我觉得它的颜值也很高，我觉得它们的颜色调的都很好看，当时我选出来一下就入了2个。然后这个大小我也蛮喜欢的，虽然它没有很大，没有办法装特别多的水，但是这个小巧的体积不占地方，也不会让背包很重，反正每次喝完了灌新的就是了。而且我非常喜欢它这个瓶身瓶盖下面这个凹槽的设计，就刚好手拿着特别方便特别舒服，比如在飞机汽车上比较颠簸的话，这样拿着也更稳。所以我还挺喜欢蕉下的这款保温杯，觉得是美貌和实用性兼备的。接下来就都是美妆产品了。出门旅行带的美妆品，首先要便捷，其次要确定它是好用的，画出来肯定好看。另外我也会精挑细选一些小样产品，就是那些肯定不会翻车的，顺便来试试看。所以今天要分享的产品有2类，一类是我已经精挑细选出的爱用品，然后还有这一部分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另外还有一些小样产品是我用着很惊喜，甚至想购买正装的，也想分享给你们。先来说化妆品，按照上妆的顺序来说，但不是每一步都有哈。首先是妆前用了一个 Giorgio Armani 的小样，叫 Luminous Silk Hydrating Primer， 它是一个保湿妆前，有一定的流动性，上脸之后让皮肤更有光泽。其实一开始我用这个妆前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它上脸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保湿妆前，让皮肤润润的，然后后续上底妆也很服帖。那直到有一次我用同一款粉底，没有用这个妆前，妆感明显就不一样了，觉得会更干一点，没有那么润。所以我觉得这款妆前还是很有效的，它也是张小慧2024年度的爱用品之一，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之后想购入正装。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遮瑕组合，我是干性皮肤，黑眼圈就是我最大的瑕疵，也是每次化妆需要花时间精力最多的一步。那因为我的黑眼圈比较严重，所以在粉底之前要先用这种橘色三文鱼色调的遮瑕对黑眼圈做一个校色，然后上一层薄薄的粉底，这个时候黑眼圈还是会有一点透出来没遮住，就要再用这种肤色的遮瑕再遮一遍。所以我对遮瑕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有遮盖力，其次也不能干。那这2个遮瑕都符合我的要求。橘色的这一款是 Kelly Rae， 它的色号没有写在瓶身上，我回头放到下面的信息栏。那这款它是那种很刚好的三文鱼色，不会特别的橘，但是那个颜色又可以很好的对黑眼圈做一个校正，做一个修饰，同时也有提亮的作用。质地是很水润的，很好推开薄薄的一层，而且它也没有水到过于的轻薄失去遮瑕力。我觉得它在遮瑕和质地这2方面的程度都是刚刚好的。
用完之后黑眼圈就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了。肤色遮瑕我现在最喜欢的是 Westman Atelier 去年新出的这款遮瑕膏，它是很小巧方便携带的。那这款遮瑕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遮盖力足够，而且它是很润的，很好推开，很好推匀。无论是用刷子、粉扑还是手指上妆，随便一拍很容易就可以拍均匀，而且又有足够的遮瑕力。那因为它够厚重，遮瑕力又足够，所以用量也很省，点2小点的量就足够眼下黑眼圈的遮瑕了。所以这种遮盖力足够的遮瑕在用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少量多次慢慢叠加，才不会妆感过于的厚重。刚才提到 Kelly Ray 这款三文鱼色遮瑕对黑眼圈修饰很有效果，同系列还有另外一个色号作为面中提亮也很好用。其实这个产品之前在 TikTok 上就很火了，我第一次去店里试色的时候觉得这个颜色也太白了吧，是不是只有白女才能用？后来在小红书上看其他人的化妆视频，就用类似颜色的类似产品做提亮的效果确实是挺好的，然后我就买回来试试看，然后发现它真的是还蛮好用的。它虽然是粉白的颜色，但是因为它质地是很润也很轻薄的，所以推开之后不会显得假白，不会很厚重的感觉，而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提亮亮白的感觉。我喜欢把它用在泪沟、法令纹、太阳穴的凹陷也可以点一点，然后也可以打在鼻梁上，用量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可以了。推开之后就有一个明显的蓬起来的效果，让整个脸部的平整度看上去更好。Kelly Ray 的这个系列的产品都蛮好用的，无论是遮瑕还是提亮效果都很不错，而且因为质地很润，所以用完之后也不会有很明显的粉感、厚重感，而就是一个修饰提亮的作用。我很喜欢这个系列的产品，也考虑再去看一下有没有好用的肤色的遮瑕可以用来遮黑眼圈的。说完提亮还有修容，我最喜欢的修容产品是 Sephora 这款修容棒，它是一个颜色很灰的修容色，所以特别适合作为阴影色。我很喜欢把它打在下颌的位置，而且它的质地很顺滑，很好推开，推匀之后就是一个特别自然的阴影，显得下颌线更加的清晰。然后这个颜色做鼻影也挺合适的，但就是这个修容棒的形状，下手的时候要注意角度和用量。顺手我也喜欢拿它来做鼻影，修容出来的效果是很自然又明显的，而且 Sephora 自己的产品也不贵。然后是腮红，好用的腮红其实非常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Rare Beauty 的这款腮红液，色号是 Bliss。我主要很喜欢它的颜色，我今天用的也是这款腮红，我觉得它颜色是一个很可爱、很显年轻、有元气的感觉。它是比较浅的粉色，是那种偏暖调、有点偏杏调的粉色，我很喜欢它上脸的样子。就是每次用这款腮红，我照镜子都觉得，哎，今天化的妆真好看啊，这个腮红好可爱啊，粉扑扑的，就很喜欢涂这个腮红的自己。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用粉状的腮红。那出门呢，还是这种腮红液就带着更方便。那这款可以用手，我更喜欢用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买的时间比较久了，涂上之后干的速度有点快，所以推开要快一点。我就是很喜欢它涂出来的一个很显年轻可爱的效果。然后是睫毛的部分，我最近对自己的睫毛状态还是很满意的。之前有一段掉睫毛特别多，中间有一段都有点秃了，那最近这个睫毛终于被我养回来了。我用的是 Revitalash 的这款睫毛增长液，也是张小慧推荐的。这个东西不便宜，但是它确实有效果。像我之前用其他品牌的睫毛增长液，也可以看到睫毛有一个明显的长长，但是中间掉了的很秃的那一块，它就是长得很慢。后来我用这款就明显看到原来很短接近于秃的那一块有一个明显的更快的长长，起码现在中间不缺一块了，虽然长度还是参差不齐，因为原来的长睫毛在它的作用下继续疯长，但是现在毕竟就都长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睫毛增长液效果还是很强劲的，虽然贵但是真的有用。如果你也有掉睫毛的困扰，可以考虑这款产品。然后他们也有针对眉毛的生长液，我觉得应该也是有效的。好用的睫毛膏也蛮多的，像我之前推荐的美宝莲，一直在用的 Kiss Me， 还有 Chanel 的睫毛膏也蛮好用的。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Giorgio Armani 的这款
Ice to Kill 睫毛膏，是我用的一个小样，还蛮惊喜的。我这次旅行带了一个 CPB 的睫毛膏小样，我知道那个很好用，我之前用过一管，很喜欢，就是太贵了。然后有备无患，我又带了一个阿玛尼的这个小样，想说可以刷一刷下睫毛，反正我下睫毛状态还不错，随便涂什么睫毛膏都可以。结果 CPB 的那个给我大翻车掉链子，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那个膏体就变得特别的厚，特别黏，全都集中在刷头上，就完全没法用。我迫不得已用阿玛尼的这一款，结果还蛮好用的。那它是欧美睫毛膏，肯定是要先用一个睫毛打底，否则肯定会塌的。那涂完睫毛打底再涂它，这个卷翘度是可以维持住的，并且可以把睫毛刷得很长，也可以增加浓密度。再加上我现在自身睫毛条件还不错，刷出来真的是很长很密，我觉得甚至比我买的那些假睫毛还要再长。我现在还是用了假睫毛，因为虽然长，但是还是比较乱，参差不齐的。加了假睫毛之后，整体浓密的效果会更好看一点。但是现在日常出门啊、上班什么的，完全这个睫毛膏就够用了，都不用贴假睫毛，那个睫毛就已经很长了。但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入这款睫毛膏的正装，因为毕竟比它便宜的好用的睫毛膏有很多。但就想告诉大家说，阿玛尼的这款睫毛膏其实还蛮好用的，如果你恰好也有这个睫毛膏的小样，因为他们还挺喜欢送这个睫毛膏小样的，可以拿出来试一下，不要把它打入冷宫。然后来分享几支唇膏，都是来自 Chanel 的。我旅行还蛮喜欢带 Chanel 的唇膏。先来说这个双头唇釉还是唇蜜，这个产品其实火了很久了，我之前一直没有入手，因为它是那种亮晶晶的妆效，一头是那种透明的唇油。那因为我的嘴唇已经比较饱满了，所以我之前不是很喜欢这种很亮的妆效，但是近2年这种妆容也很流行，我也愈发能够接受，就买回来试试看。而且这个产品最吸引我的是它的持妆效果，它一头是彩色的，另外一头是无色透明的。用的时候就先涂彩色这一端，然后上透明的唇油，把颜色封在里边。接下来无论吃饭、喝水、沾杯，沾掉的都是表面的那层透明的油，下面的颜色不会受影响，所以就特别适合我去旅行，还有回家探亲，经常吃东西，参加各种饭局，可以保证在吃饭的时候唇妆也是还能美美的。所以这个产品我最喜欢的是这一点，它也确实能做到。很多人都说可以涂着这个唇膏去吃火锅都没问题。然后买的这2个颜色也很好看，一个是154，也是我今天用的颜色，是一个很日常的奶茶色。然后另外一个是182，它就是更深更偏棕的一个颜色。它虽然颜色叫 light brown， 但没有那么棕，不是那种吃土色，我觉得还是蛮好驾驭的一个颜色，更适合秋冬一些。然后 Chanel 的这个细管唇膏我也蛮喜欢的，他们好像是每年年底的节日限量会出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就是特别的滋润，因为它太润了，所以用的特别快，没用几次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下去好多，涂在嘴上是很润很舒服。然后这个颜色是一个很漂亮的橘色，很提气色，很适合黄皮的橘色，然后不会荧光也不会夸张。那不知道这个色号927现在还能不能买到。然后来说几款护肤品，我最近很喜欢兰蔻的精纯系列。首先是精纯系列的防晒，它很滋润，很适合干皮，肤感很像 CPB 的那一款，也是我最喜欢的防晒。我之前也用过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那个也是很多人的爱用品，但那个肤感是很好，就是我觉得有一股味道我不是很喜欢。我用护肤品除了功效之外，使用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那个小白管防晒后来就没有再回购过。那这款精纯系列的防晒，它的味道就是精纯系列护肤品那种淡淡的香味儿，然后比小白管要滋润很多，上脸非常舒服，即便是北京冬天那种干燥的气候也没问题，而且不会和后续的底妆打架。它的防晒系数是 SPF 50++PA 4个+，防晒力也是很够的。那这个防晒唯一的缺点就是美国没有卖的。
然后最近还试用了精纯系列的眼霜，这款眼霜鼎鼎大名，我之前已经听很多人，包括美妆博主和普通人说这个是他们最喜欢的眼霜，终于有机会试用一下，果然是很好用，它也是非常的滋润，我很喜欢它那个油润的感觉，而且用量也很省，一点点就可以很滋润，觉得眼部肌肤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那这款眼霜我已经趁前一阵买1送1的活动购入了正装。还有资生堂的这款洗面奶，就是白色瓶身红色盖子这款，这个我之前也用完了，这样大小的一个中样，这个洗面奶经常出现在资生堂的套装里，还是很好用的。这次旅行我就带了这一支，我和我老公都用这款，是适用各种肤质，它就是一个清洁力比较强的膏状洁面。我虽然是干皮，但还蛮喜欢这种洗面奶，它的清洁力类似于 CPB 的，还有香奈儿的这2款都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一点点就可以搓出丰富的泡沫，然后洗得很干净，洗完很爽。用它可以轻松洗掉防晒霜，然后有色面霜也可以洗掉，所以出门用这个洗面奶就觉得洗得很干净，很安心。但是和大牌的洗面奶相比，它的泡沫没有那么的细腻，但毕竟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更高。最后想再来分享这款 Fix 定妆喷雾，来自韩国品牌 So Natural， 这个最近很火，它不是我1月份的爱用品，是我最近才刚刚买的，但是用了2次就觉得效果很好，想马上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是我用过的最细密的定妆喷雾，我之前用过很多牌子，也都是很有名的定妆喷雾，都是摁一下歘喷出来一股，所以喷的时候要全脸各个方位角度才能达到一个均匀的效果。那这款是摁下去，它直接就喷出很细密的能覆盖全脸的喷雾，所以直接能达到一个很均匀的效果，而且它让我的妆效从原本有一点粉感变得更加润，更加贴妆，很服帖的一个效果。作为一个干皮，我非常喜欢这种妆效，而且从持妆的角度来说，喷完这个定妆喷雾再摸脸就不会有粉蹭下来，所以它的持妆性肯定是非常好的。虽然我作为一个干皮，本身没有什么脱妆的问题，从持妆时间长度来说没有发言权，但是以上几点做的都非常好，这款定妆喷雾火是有道理的。以上就是我近期的爱用品分享了，希望你喜欢这期视频，给我点个赞。其实我也是偷懒了，只把最近能想到的这些爱用品先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要是总结年度爱用的话，要做很多取舍，还是很难的。如果你对我其他上妆步骤还有哪些爱用品感兴趣，可以去看我去年的上妆视频，那里边用到的产品我现在还是很喜欢的。然后上期视频也分享了一些我最近买到的有哪些产品是我喜欢的。然后从下期视频开始，终于要和大家分享新衣服啦！我最近已经陆续入手了一些春装，迫不及待和大家分享了，所以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